当地时间4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一项议案修正案，涉及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至此，美国国会两院均通过涉 TikTok 剥离法案。目前，法案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而 TikTok 内部信息显示，如果法案被签署成法，公司将通过所有可能的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益。字节跳动表明无意出售 TikTok。当地时间4月2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0票赞成、58票反对通过了新法案，要求 TikTok 1年内剥离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理由依然是担忧 TikTok 协助中国政府所谓收集美国用户资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事实上，美国众议院上个月就已经通过要求 TikTok 剥离的法案，不过这项法案在参议院遭到搁置。随后，参众两院进行谈判，达成共识，将出售期限由半年延长到最多1年，让字节跳动有更多时间寻找买家，并将 TikTok 的法案与总值约95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捆绑打包，该法案才终获众议院通过。一旦该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拜登此前已明确表明将签字使法案成为法律。彭博社23号的报道称，字节跳动表明无意出售 TikTok。据悉 ，TikTok 管理层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向美国员工表示，如果剥离法案将被签署成法，公司将会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进行反击。TikTok said the bill would trample the free speech rights of 170 million Americans and devastate 7 million small businesses.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美国3.4亿总人口中 ，TikTok 的用户就占了一半，高达1.7亿人，其中包括大量中小企业主。他们对 TikTok 剥离法案强烈反对，将成为 TikTok 最重要的抗争筹码。I think it's a travesty because.we're in a country where speech is free, and I really feel that TikTok gives young people an expression to be able to bring their art and their humanity to the forefront. 研究报告显示 ，TikTok 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240亿美元。去年 ，TikTok 为美国小企业主创造约147亿美元的营收，为美国提供至少22万4千个工作岗位。上个月，禁止 TikTok 法案通过前，大批 TikTok 用户聚集在国会大厦外抗议。TikTok has literally changed my life, and that is not an understatement. As soon as I started to post videos,it was like this unleashing of like creativity and freedom to express myself. TikTok 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迈克尔·贝克曼指出，这项不卖就禁法案明显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 TikTok 美国用户的权利。而 TikTok 的竞争对手之一，社交平台 X 的老板马斯克也公开声援 TikTok。他发文指，虽然议案可能令他的公司受贿，但仍然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禁用 TikTok， 因为这一做法将违反言论和表达自由。我们都知道，美国它是三权分立的。那么在立法程序走完之后，一旦这个法律落地了，那么如果 TikTok 对这个法律有异议，那么它合法的途径只能是向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上诉。那么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最高法院有可能判这个国会的立法违宪，但是我们都知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美国现在对华的这种竞争打压。与此同时，也有媒体分析，如果真的要卖，以 TikTok 1000亿级美元的估值，到底什么人能买？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TikTok 去年的收入接近200亿美元，公司估值接近1840亿美元，而能够支付这笔费用的科技巨头，比如亚马逊、微软、谷歌等，都可能遇到反垄断问题。另外2个潜在的买家，甲骨文或苹果，也并非完美。甲骨文手头资金有限，而苹果公司虽然财力雄厚，也没有社交媒体业务，不会构成垄断，但其对于定向广告一贯持抵制态度，可能造成 TikTok 后续盈利困境。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披露，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组建投资集团以收购 TikTok。姆努钦称，如果 TikTok 的出售获得通过，任何投资者都不会拥有超过10%的股份。不过，也有分析师指出，技术恰恰是 TikTok 收购谈判的关键。TikTok 最核心的商业机密与竞争力就是它的源代码，这也是字节跳动永远不会出售的东西。
外界还注意到，即使 TikTok 剥离法案最终获得拜登签字惩罚 ，TikTok 仍拥有1年的斡旋时间，且横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有分析认为，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 TikTok 用户欢迎，其中许多人恰好也是年轻选民，他们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拥有重大影响力。目前 ，TikTok 在美拥有的1.7亿月活用户数接近美国人口的一半，相较于2020年年中的9100万的数据翻了近1番。更重要的是，这1.7亿月活用户的背后是高年度年轻化的用户群体。也正因如此，美国政界的领导人们将 TikTok 视作拉拢年轻人的利器。在今年2月的超级碗期间，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开通了 TikTok 账号，还发布了以超级碗为主题的竞选视频，被解读为拜登试图与美国更多的年轻人建立连接的行为。正寻求在11月大选中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对 TikTok 禁令表示反对，他表态称，如果该禁令最终被实施，拜登得为此事负责任。特朗普还指出，拜登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在脸书的朋友变得更富有、更有统治力，并能够继续与共和党对抗。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年轻选民在选举日要考虑到拜登的立场。然而，更讽刺的是，在特朗普2020年担任美国总统时，他本人也曾试图禁止 TikTok 和微信，但最终被法院阻止。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此时站出来为 TikTok 鸣不平，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利益考量。他曾与脸书母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闹得十分不愉快，对 TikTok 的支持可被视作特朗普对其竞品脸书的进一步打压。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2号指导实施运用超大型火箭炮的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美韩等国反应强烈。韩国防部23号喊话称，如果朝鲜企图动用核武，将面临政权终结的风险。朝中社指，22号的训练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兵区分队的首度参与。训练的基本目的是显示朝鲜核武力的可信度、优越性、威力多种手段，并从质和量两方面加强核武力。报道指，此次训练在核班机体系内进行，从多个方面重新检验核武力指挥和管控运用体系的可靠性，且超大型火箭炮兵部队熟练掌握迅速转入核反击的行动秩序和战法。朝方这次训练实施顺序依次为进行实兵演习，让各部队熟练掌握国家最大核危机事态警报火山警报拉响时转入核反击态势流程，启动核反击指挥体系，发射搭载核模拟战斗部的超大型火箭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韩国统一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洪明的话称，从发射模式来看，这已经是实战部署的导弹，朝鲜方面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实际上，朝中社在报道中已经明确指出，美韩空军在本月12号至26号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举行联合编队综合演习，共有上百架军机参演，主要任务是整合美韩空军第5代战斗机体系，增强所谓联合打击能力。18号，双方还举行了联合空中渗透演习。朝方认为，美韩相关举动严重威胁朝鲜的安全环境。根据朝中社最新发布的照片，4架移动式发射车在金正恩身后整齐排列，并发射了4发超大型火箭炮。朝中社称，当天发射的超大型火箭炮命中射程为352公里的岛屿目标。韩国亚洲日报指，如果从距离平壤350公里推算，这个射程距离可以打击韩国陆海空3军总部所在地基隆台，以及美韩正在实施联合编队军事综合演习的群山基地。美韩方面将这款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称为 KN-25， 朝方称此款武器可以安装战术核弹头，如果大量部署，意味着朝鲜对200至400千米外韩国领土纵深目标进行常规打击的能力显著增强。外界注意到，加上22号的试射 ，KN-25 至少进行了6轮试射，共发射10几枚，预示该型武器已经逐步接近实战部署的状态。朝中社在报道中指，金正恩称演习取得圆满成功，并认为朝鲜战术核攻击运用空间拓展和多重化的核武装建设构想已经顺利实现。超大型火箭炮通过此次训练，正式被纳入国家核战斗武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分析人士称，核反击演习表明，除了简单的展示导弹运载系统之外，朝鲜还希望展示核力量运用的熟练程度和可信度。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朝鲜核扳机系统的运用程度如何。它即使在这个朝鲜的腹地，也能够非常轻易的对韩国的这个全境，展开这样的打击，能够做到以相对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对于朝鲜这样一个一方面，缺乏这种高精尖的导航设备和电子设备生产能力，同时呢，经济条件又很有限的国家来说，一个经济性好的这个远程武器是能够让它实现批量装备的，是打击韩军的这个朝军新一代的远程兵器的一个最主要的兵器之一。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月23号，俄罗斯侦查委员会通报称，俄国防部副部长因涉嫌受贿被拘捕，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得到相关情况报告，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被提前告知拘捕一事。另据塔斯社报道，伊万诺夫可能涉嫌收受贿赂至少100万卢布，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据俄国防部网站介绍，伊万诺夫负责组织俄武装力量财产管理、驻扎、住房和医疗保障等工作，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国防订单采购、工程服务规划，以满足武装部队需要。伊万诺夫在国防部12名副部长中排名第8。资料显示，伊万诺夫于1975年出生于莫斯科，19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伊万诺夫1999年至2012年在国家燃料和能源综合体企业工作，2012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州政府副主席。2013年，他担任国防建筑公司负责人。2016年5月，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首次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摧毁了美制霍克防空导弹系统。此外，俄军中央集团军部队击退了乌军9次反攻，东部集团军部队在前线占据更有利地区，并对乌军发动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04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60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15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实施了打击。乌火箭炮和炮兵部队对俄防空系统、指挥所以及其他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据今日俄罗斯网站22号报道，俄罗斯军方当天对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座电视塔实施了高精度打击。根据网络视频，这座电视塔被俄军火力击中后倒塌在附近的树林中。俄新社称，这座电视塔高度超过240米，是哈尔科夫最高的建筑。乌军曾在上面安装了防空通信天线等各种设备。不过，在空袭警报响起后，电视塔的员工按照程序躲避至避难所内，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外界注意到，为报复乌军无人机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本月增加了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主要瞄准的就是发电站和通讯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该电视塔遭到袭击，并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告诉了美国总统拜登。此外，俄军还将加强对乌克兰的西方武器后勤中心和存储基地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会议上表示，俄军已在打破西方武器的优势神话。另一方面，为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俄造成的威胁，俄军将继续加强军队合成化及改善结构，增产俄军最需要的武器装备。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包括主战坦克、装甲车、火炮、火箭炮以及导弹。数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总金额高达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方案，其中608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表示，军援将很快进行，并加强乌防空以及火炮能力。当地时间23号，英国首相苏纳克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到访波兰。苏纳克在华沙第1装甲旅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英国国防开支将进入战争状态。英国多家媒体报道称，苏纳克将在此次访问中宣布为乌克兰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同苏纳克进行了通话。苏纳克向其介绍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援助计划，表示将向乌提供5亿英镑军事援助，还包括风暴之影导弹、数百辆装甲车和船只等。欧盟方面，
由于乌军已接受过关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相关培训，且包括德国、希腊、荷兰、波兰等欧洲国家均列装了该系统，乌克兰此前要求西方国家提供包括至少7套爱国者系统的防空武器，以改善目前乌军面临的防空问题。但除了德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在22号举行的欧盟外长和防长会上，欧盟各国仍无法就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一事做出具体承诺。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仍表示，欧盟各国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武器的必要性有着共同和明确的理解。泽连斯基一方面大力呼吁西方加强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但另一方面也释放消息说愿意与俄罗斯谈判。据俄新社4月2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博主雨果·特拉维采访时再次表示，乌克兰可能与俄罗斯就解决冲突问题展开谈判。报道称，泽连斯基在预测乌克兰问题瑞士峰会可能取得的成果时表示，乌方将起草一份解决所有问题的文件，阐述立场，并将找到合适的时机将其交给俄方讨论。瑞士将于6月15号至16号在卢塞恩市附近举办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会议应基辅当局的要求举行。俄罗斯不打算参加此次会议，因为会议组织者力推莫斯科无法接受的所谓和平攻势。报道称，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攻势要求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为该国提供欧洲大西洋安全保障，并设立特别法庭调查俄罗斯。俄罗斯认为这完全脱离了现实。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但美方不忘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压中国。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有相关报道称，美方指责中俄经贸往来，并考虑对中国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实施制裁。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美方一边出台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法案，一边又对中俄正常经贸往来进行无端指责，这种做法极其虚伪，也极其不负责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拱火浇油也好，抹黑甩锅也罢，都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途径。只有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谈判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才是唯一正确选择。